前2天跟一位朋友聊到，这轮牛市比特币有没有可能涨到20万，甚至40万？很多人疑问来了，比特币目前5万，涨到那么多，需要很大的一个资金体量，钱从哪里来？本轮最大的点就是比特币 ETF， 但想涨到那么多，恐怕还需要很长的时间，起码这轮不太现实。今天就跟大家讲讲，如果牛市到来，钱会从哪些地方进入币圈，从而引发大牛市？这波牛市的钱从哪里来？第一个，非常简单的，来自新韭菜的捐赠。我说的有点辣耳朵，但新韭菜进来了，就是来捐赠的。目前币圈的 U 总量已经到1300亿，其中最多是 Ask， 去年这个数字不到1000亿，这多出来的300亿，不必说，是新韭菜们充值进来的。如果打个不好听的比方，说币圈是个娱乐场的话，那就是多来了30%的游客。目前技术上要称作还在本轮熊市里，如果技术性牛市之后，根据经验，币圈的资金量要增加10倍以上，也就是到1万多亿。我说的是 U， 不是总市值。U 和总市值之间有关系，这个你可以自己琢磨一下是个什么关系。第二部分钱是新发币的项目，典型的这2天的 STRK 和 W， 过去2年的 UP、Wild， 这都算。币就是钱，资产就是钱，货物都是钱，东西都是钱。但注意，这个地方必须注意，前提是这些物有人要，不是纯生产了，没人要的。如果我拍了一部电影，有人看，这个电影就是钱。如果我开发了一款游戏，这个游戏有人玩，这个游戏也是钱。但如果我做了一顿黑暗料理，没有人敢吃，它不是钱，它是垃圾。第三部分钱，衍生与再生货币。除了上轮已经火爆的借贷 Aave， 这轮牛市最大的特色是 LSD 以太坊质押，类似 Lido 这种项目。当然你不用 Lido， 也可以自己搭节点去质押 ETH。STRK 还特意给这些小作坊类型的以太坊质押节点发了空投。最近有个很火的在质押项目叫 Ivan Layer， 它的意思是你这些 ETH 不是质押到 Lido 做节点保证金了吗？别让钱闲着，论当然没闲着，节点已经有记账奖励了，把你这些质押的 stats 拿过来我这里再质押，再质押了干嘛啊？充当保证金给别的协议用。明白这些后，我们再结合当下行情来说，这几天币圈又拉盘了，以太已突破3000刀，相信下个位置就是突破新高。至于什么时候，也许很快，因为坎昆升级已经酝酿了很久，应该会迎来表演时刻，所以接下来以太的涨幅应该会超越大饼。大饼，现在的大饼不硬了，又开始去跟随美股市场了，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现象。之前英伟达暴跌，但是英伟达财报超预期的好，英伟达开始反弹，直接带动整个美股开始强势。伴随着英伟达这种飞天的财报数据，后面英伟达想跌估计都难，除非真的是美股上涨的绷不住了，否则英伟达不太可能跌。因此伴随着美股市场的强势，大饼也选择跟着强硬了，直接一波流又起来了。昨天就测试了一下，咱们给的50600的支撑位就硬起来反弹上去了。波动仓位进去的老铁，注意52490的压力位，过不去有回踩51200蓄势的可以，过去的话53000突破站稳的话，真有可能去测试58318的压力位去，站不稳出货，等回踩支撑位附近再看。最近不少小伙伴问，现在到底算牛市的什么阶段？因为有了新资金想追加投资是否合适？现在的情况就是空仓的小伙伴必须找机会上车，但是已经有底部筹码并且已经80%仓的小伙伴反而要慎重。我不支持轻易加资金，因为这会非常影响交易心态。如果你有底部筹码并且仓位不低，最好的操作如下，因为我感觉这样的小伙伴还挺多的，所以我这里就给一个策略：一，价位不够诱人就不要轻易上车，换句话说，不暴跌就不能上，
至少要像上次3.8万那样跌才可以考虑上，而且要分批一点点上。2、心态上要保持上不上车都无所谓，有机会暴跌上车更好，没机会就等待机会。3、尽量这些资金去挖掘新币，博一点新的可能性。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们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看这个视频，希望文章对你有帮助。可以关注我，和给我留言评论，一起交流。